体里灰尘不要实现，麻木只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，无所谓的脸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皆不会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，伤痛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耶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手脚绑了线，却视而不见，寻找平衡点。我不要人生只剩下庸俗的纪念，需要平衡点，给我点空间可以选择，给我点时间找回从前，不相信再失去知觉。嘴角挂件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，无谓的脸，表情一成不变，心推手不前，心走得比时间快，开始看未来，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作怪。空气里会沉溺中过无聊视线，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，带点腐坏的感觉，我只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。雅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看见佳琪了。佳琪，你会不会看错了？不可能的，我真的看见佳琪了，我真是看见佳琪了。佳琪，你说过的，当我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，你就会回来了。你是不是真的回来了？不可能的，佳琪，你已经死了，你不可能再回来的。难道今天我所看的都是我的幻觉？难道真的是我的幻觉？姑姑，哎，嘉喜，回来了。新买的床单啊？是啊，杰敏要回来了，所以买套新的床单给他。杰敏啊，他没事了。疗养院今天打电话来说，他可以出院了。唉，我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，我太高兴了。太好了，我帮你。也不用啦，我自己慢慢来，你休息吧。喂，是你啊？啊，谢谢你。那你叫他好好休息。这样啊？我一定来的。拜拜。谁打来的？阿妹。他打来干嘛？她说学志已经出院了，叫我明晚过去吃饭。有没有搞错啊？人家都要结婚了，你过去看他们恩爱啊？姑姑，我不能那么小气的。什么小气呀？我是替你不值啊！学志是个负责任的人，那他就应该对你负责任啊。
他醒来第一个叫的就是我的名字。我知道阿妹心里非常难过。这样也算学志有点良心。过去吃饭也好，至少让他知道我跟学志根本是不可能，让他可以放心。人家可以放心，那你放得下吗？放不下也得放啊。算了，我知道学志心里有我就够了。你们两个真的是有缘无分，本来应该可以在一起的，可是又……姑姑，不要说了。好好，不说不说。阿妹，嘉喜，进来吧。学志啊，嘉喜来啦！哎，嘉喜，你来啦？你觉得怎么样了？哦，我已经好多了，都是我不好。本来是要送你进医院的，结果搞到3个人都进了医院。什么3个人？应该是4个人。还好孩子没事。嘉喜啊，这个就是你最喜欢吃的焖蘑菇，我煮的，你试试看，看好不好吃？你也嫁给阿妹吗？阿妹怀孕，你应该照顾她的。嘉喜说的对，来，阿妹你也试试看。还有，来，够了够了，我自己来。哦，学志啊，女人怀孕很需要人照顾的，你有空啊要多买些补品给阿妹，陪她去散散步。孕妇多运动的话，生孩子才比较容易啊。我会的。哎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去注册啊？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就在下个星期5。那好，我以水代酒，先祝贺你们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谢谢。嘉喜，阿妹，怎么那么早啊？跟学志来附近吃早餐啦？学志呢？他没有跟我一起来。怎么可以这样的啊？说好要好好照顾你的，怎么没陪你来呢？或许我真的不需要照顾了。你到底说什么？嘉喜，我是特地来跟你说再见的，我要走了。走？你要去哪里？待会儿我要坐快车回槟城了。回去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已经把孩子给打掉了。你干什么啊？不是要注册了吗？怎么跑去堕胎呢？医生说孩子有问题，如果保留孩子的话，这对大人跟小孩可能都有危险。那学志知道这件事吗？我没有告诉他。其实他知不知道都不重要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？孩子是学志的，他一定会负这个责任。他对你是真心的。嘉喜，这几天我就想得很清楚了。我知道在学志心中，他最爱的人始终是你，并不是我。你不是因为那天在医院里的事吧？他可能是一心想要送我进医院，当时又神志不清，所以才会叫我的名字。你不要怀疑他了。当一个人遇到意外的时候，他最关心的是他最爱的人。学志，他是个好人，他是怕亏欠我。他是为了负责任才跟我在一起的。要嫁给一个人，最重要的是对方肯爱自己一辈子，而不是只是为了肯负责任。你要我怎么说？无论怎么样，你也不用走的。我的离开是最好的办法，这样大家不用见面，
你就不会这么痛苦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对学志是很不公平的？可是我留下来，对你也一样不公平啊！怎么会呢？我跟他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嘉熙，你不要再劝我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阿妹，阿妹。学志，你看阿妹在那边。哎，阿妹，阿妹，为什么你要走？你不用理我了，我已经把孩子给打掉了。现在没有了孩子，我还是会跟你结婚的。学志，你不要再骗自己了。我知道，你心中始终觉得嘉熙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吗？阿妹，我要向你负责任。为一个你不值得爱的女人负一辈子的责任，值得吗？哎呀，说了那么久还不拉他下来，这个林学志真是婆婆妈妈的。不是吧？这么快就 give up？嘉熙，你怎么还在这？阿妹呢？他已经走了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为什么要把她留下来？你为什么没有跟她一起走啊？阿妹说的对，在我的心里面，最重要的人还是你。你现在跟我讲这些干什么？你还不叫她回来？不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，嘉熙，请你听我说，我真的有尝试过去爱阿妹，完全放弃你，可是我做不到。我只是在欺骗阿妹，也在欺骗我自己。嘉熙，在最紧要的关头，谁在我的心目中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你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我跟他在一起，我就是为了要负责任。我们这样下去不会有幸福的，现在不会，以后也不会，我们只会越来越痛苦。嘉熙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嘉熙，嘉熙，嘉熙，学志，你怎么了？我是不是你痛啊？我爱你，嘉熙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很爱你。走啦。不要离开我，嘉熙，你听我说，在这最紧要的关头，什么人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你。你真的很肉麻嘞！什么肉麻？我是真情流露，我还有我爱你还没有说出来呢。好了啦，不要玩了啦，这么夸张，肉麻死
哦，那你意思是说大姐夫说的话很肉麻喽？他说的跟你们说的怎么一样啊？就是咯，姐夫讲的时候，大姐听起来不知道有多感动。哎，学志，哎，平时你讲话是很笨的吗？哎，怎么这次叫你蹦啊？我可是认真的。好了，不要再取笑学志了。就是啊，你们两个不要笑人家，要你们讲这些话来感动女人，我怕你们都做不到。谁说的？谁说我跟老大做不到的？哎，就是咯，我不要讲哎嘞，我讲出来天下的女人都爱死我啊 Please 啦，大哥，天下的女人才没有那么笨呢，只有那个美丽才会肯嫁给你。你提他怎么？喂，人家连婚纱照都跟你拍了哈，你不要跟我说你这次又是不认真哦。嘉龙，你妈生前啊蛮喜欢美丽的，你不要让她又失望啊。我知道啦，可是哦。哎，大哥，你还可是什么？你已经让美丽结不成一次婚，你又要对不起她。是啊，你不喜欢人家给她拍婚纱照啊，你不要再害人家一次哈。我又没有说不喜欢他，只是，哎呀，事情没有这样简单呐。对不起啊，菲利。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？或许我不应该在那个时候产生幻觉。这也不是你想要的啊。医生都说了，你只是精神紧张罢了嘛。可是我，人生就像一场戏，做人呢一定要拿得起放得下，才能够使自己快乐的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谢谢你。哎，大姐，他们两个很奇怪，现在有说有笑，好像把昨天的事情都忘记了。那不是好咯？好过一个说看到佳琪，另外一个不开心，那两个人凄凄惨惨，那我们快乐月就快乐不起来喽。哎，你说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噔噔噔噔？那一定要等到雅喜啊把佳琪孩子生下来之后，总不能让他顶着大肚子到处跟人家解释吗？佳怡姐，哎，小玲，佳琪姐，伯父。你找家福啊？他不在哦。哦，不是啊，我找龙哥，龙哥呢？他在吗？你找我大哥？嗯。哦，他在 store room 啊。哦，那我自己进去找他。奇怪，他怎么会找大哥？他应该回来找家福的嘛。龙哥。哎。很忙啊。哇，你过来为什么不打电话通知我？需要吗？要是我知道你过来，我就冲个凉了，不然人臭臭。哎呦，我只是在附近拍戏，那顺便过来找你喽。你在附近拍戏啊？其实我过来是有事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？你可不可以做小胡的爸爸？啊？这么快啊？快是快了点哦，说要就要。不过我觉得你最适合咯。我最适合啊？是啊，除非你不要咯。哦，不是，我只是没有心理准备而已嘛。而且我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人呢。什么另外一个人呐？哦，你是怕你爸爸说你什么去拍戏啊，然后不管店里生意啊？拍戏啊？是啊，有一部戏呢要找一个人演小葫芦的爸爸，我觉得你最适合了，然后跑来跟你讲啊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是啊，那你演小葫芦的爸爸，我演妈妈，就2场戏，不会花很长时间的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我就回去跟监制讲喽。演戏嘞，我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啦，我跟你多彩排几次喽。你说可以就 OK 咯。哎，你说家父已经跟他分手了？对呀，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林娇当面拒绝家福的求婚呐。可是现在。哎呦，不要跟我讲，历史又要重演了。啊，不会吧？你又要讲说2个男人同时喜欢上一个女人呐？哎，你们不要乱说啊，传出去对大家都不好的。哎，大姐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证明我的猜测是对的。我真的不敢相信，你对我这么好。我不对你好，那对谁好呢？那我答应你，我对你的爱是不会变的。
直到永远，永远，永远，永远。哇，这个话我很肉麻嘞！哇，这种肉麻的话，这样讲，这样都写得出来呀。我看到他们两个在里面啊，亲热的拉手啊！是不是真的啊？当然是真的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大哥还说啊，我答应你，我对你的爱是不会改变的，直到永远永远。咦，大哥怎么会讲那么肉麻的话？哎，没想到大哥这种白蛋也可以一脚踏两船啊！哎，你不要无中生有，胡说八道啊！老爸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不信的话你自己进去里面看呐。哇，那现在剧情呢，肯定不是拉手那么简单了，可能已经发展到 kiss 了。哇，谁 kiss 谁出事啦？美丽，哎，谁呀？讲嘞讲嘞。哦，在讨论电视剧情。哎，对，哎，昨天晚上半夜第8报道重播那部嘞。昨晚我有看啊，都没有这样的剧情。哎，到底是谁 kiss 谁哈？哎呀，谁呀？谁？哎呀。美丽，你找阿龙啊？啊，对啊，他在不在啊？阿龙，美丽找你啊！大哥，美丽找你啊！赶快出来啊！赶快出来！美丽找我，可能是孩子有事嘞。哇，美丽，你来哦，全世界都知道了嘞。哎，小林，你也在这里啊？哦，我就这么说定了。啊，好，那我再联系你，走了，拜拜。OK， 啊，拜拜。喂，他来找你干什么？啊，厨房里有一锅汤正在煮，我进去看看一下。哎，大姐，我进来帮你。我去买东西哦。你跟他到底有什么事情不可以讲的？我已经跟他讲哦，不可以说嘞。就是你到底跟他有什么秘密不可以说的？他什么说啊？他要我做小葫芦的爸爸喽。他要你做小葫芦的爸爸，就是要你跟他啊！顶你的头啦！他要我做小葫芦戏里面的爸爸啦。真的吗？你不要骗我啊！什么？是他的导演说我跟小葫芦都是模大，两个人很像吗？我还以为你跟他……什么？哦，没有啦，我做了昂古贵来给你吃，来，过来。你的皮肤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哦。这还不是你的功劳。不过说真的，我真是感觉到我皮肤越来越滑了嘞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有人说最好的美容产品就是爱情的滋润哦。哇，看脸你都看得出来呀。当然啦，看人家的脸是我专业，看你幸福的笑容就猜到你不是在恋爱，就是在准备结婚。哇，你真的是很厉害嘞，这样都看得准。有爱情的滋润，用什么护肤品效果都是最好的。哎，你的男朋友皮肤如何？不好的话就介绍他来这里做脸哦。哎呀，他那张脸哦，怎么做都不好看的啦。你怎么这样说自己的男朋友？你不相信啊？我刚刚拿了我们拍的照片，我拿给你看。哇，连结婚照都拍了，应该是老公嘛。哇，蛮登对的。会哈，我是觉得我们很有夫妻相哎。等一下，还没好。他知道我在这里咩？哇，真羡慕你哦！羡慕我什么？我的皮肤滑。羡慕你有一个体贴的老公。好心理啦，只是看到他的照片就说他体贴。哎，很少有老公会在外面等老婆做 facial 的哦。你说什么？他现在在外面？是啊，你不知道他来吗？啊，你的老公不但体贴，又会给你惊喜，真浪漫啊！哎，你要去哪里？facial还没做完。我怕等得不耐烦，想出去跟他说一声。别急嘛，就让他等一下。男人等女人呢，是天经地义的事哦。可是，别可是啦，不趁他现在对你好，等到以后他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后悔都来不及哦。
说的也是，不要宠坏他，给他的。谢谢你啊，我下次再打电话给你。好，不客气，拜拜。文哥，你等很久了。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不好意思哦，那是我约你的啊，那还让你等，都是那个小葫芦咯，说什么想你了，见你。只是小葫芦想叫我妹。好啦，走啦，小葫芦应该放学了，走吧。美丽，哎，你来啦！这么你又发明新口味啊？你都在外面吃了豆腐啊，还吃什么新口味啊？不怕被撑死啊？哦，你身体不舒服啊？为什么脾气这么大？是啊，我真的很不舒服。啊，你真的不舒服啊？那你应该在家休息嘛，跑来这里做么？对了，最好我整天待在家里，方便你去外面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呀。都不知道你要讲什么嘞。站住！你刚才去了哪里？去拿货喽。拿货？拿到去美容院了哈？你几时转行做美容院的生意啊？为什么我不知道？什么美容院的生意？刚才我亲眼看到你跟小林在美容院出现了。你也在那边咩？不然，怎么不打自招了吧？你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啊？因为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跟我讲哦。什么重要的事情啊？他要来找你？其实也没什么重要啦，是因为这小葫芦咯，在学校很坏蛋呢。他看我跟小葫芦这样好，就叫我去劝劝他咯。真的那么简单？不然怎样？哎，我跟侠女是江湖儿女嘞。最好是这样。你要小心那个女的，又叫你去扮小葫芦的爸爸，又叫你去劝小葫芦的，我怕你们两个整天在一起啊，会擦出火花。不是啦，你还是去跟他说，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。那你看，我们孩子都有了，婚纱照也拍了，你就去跟他说，明年我们会结婚。也不要啦，我们自己的事为什么要跟人家讲？为什么不可以跟他说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哎呀，你看你又来了啦。OK 咯 ，OK 咯，你要讲就讲咯。那你打算几时跟他讲？等到，哎呀，等我当完兵才讲啊。喂，你不要跑啊！哎，你真的看到大哥跟小林在一起啊？千真万确啊，是我亲眼看到的。我都说过了，男人都是爱偷吃的野猫。喂，我相信嘉龙的，我看是那个女的死缠着嘉龙才对。你相信他的话？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啊？男人靠得住，母猪会上树。那你们说我应该怎么做？你应该趁林家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，你先发制人，自己去跟他讲清楚。美丽，是你啊！来进来啊！什么事啊？你现在是个大明星，一定是赚了很多钱哈。人又长得这么漂亮，一定有很多男孩子追你的哈。美丽啊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啊？你知道我和嘉龙的事啦。那我一直以为我们两个不会在一起的，可是经过那么多波折，到最后他又是我的男人了。那不是很好吗？你也觉得好哦？那你就不要跟我抢嘉龙喽。美丽呀，我看你是误会了。我才没有误会啊！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，我又有他的孩子了。Philip， 什么事啊？外面有个人呢。姑丈，亚西，没想到这些日子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。那个海生真的死得活该。我一直跟开英说不可以相信这个人，他就是不听。我还不是一样相信他，结果连快乐鱼都没了。你现在不是重新拥有快乐鱼了吗？哎，股长，
你为什么去这么久都不回来？对咯，我们都很想你哎，尤其是你烤的楼蒂啊。哎，讲到你的楼蒂，我现在就想吃了。我在槟城和朋友合作开一间咖啡店，生意还不错。一忙起来呢，就没有想到要回来了。哦，你老远跑到槟城，还是做回老本行啊？这是我唯一的专长，泡了几十年的咖啡，不做这一行能做什么？姑丈，你见过姑姑了吗？还没有。不过我在槟城听到关于一点他们的事情。都说你还是关心姑姑的啦。怎么说也是一家人，只怕见了面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要是姑姑知道你回来，一定很高兴的。哎，就是了，姑丈，都已经发生了那么多事，姑姑知道错了，你就不要走了啦哈。对啊，姑丈，我看你啊就留在这里啊，重新开阿春楼梯好了，就像我们快乐一样，一家人又可以重新开始。再说吧，再说吧。妈咪帮你拿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我怕你累嘛。妈咪，我一点都不累。回去呢，你要先好好休息。过去的事呢，不要再去想它了。还有啊，你想不想继续工作呢？你自己做决定。不过有工作也是好的，免得你胡思乱想嘛。反正你有一张律师文凭，找工作也不难嘛，哈。哎呀，我看是不要了，外面那么复杂。妈咪，你想我做寄生虫吗？不做工？不是啦，我怕你不适应啊。妈咪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照顾自己的。你知道我今天会煮什么东西给你吃吗？一定都是我喜欢的。对啦，我知道你喜欢吃虾，我就跟那个卖鱼佬说，一定要留最大只的虾给我啊。今天早上我就去拿了，今晚呢我就煮那个椒盐虾，还有那个清蒸虾给你吃。妈咪，你不用这样麻烦了，我吃什么都可以。好了好了，走了，回去吧。开营，老爸，签名。妈咪，你怎么站在这里？出去跟老爸聊聊啊。走啦，来。老爸喝水。好。妈咪坐。老爸，你这次从槟城回来，有什么打算呢？可能会开一间咖啡店吧。你想重开阿春鲁地啊？好啊，以前我们做过，如果再做，一定没问题的。对啊，哇，那就太好了。妈咪可以帮你，我们又可以像以前一样了。其实，我只是在考虑。是啊，开颖，你的手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残废了咯。没有再去看医生吗？医生说妈咪的手是可以医好的，只是费用很高。我明天就带你去看医生，手一定要医好。老爸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真的很开心。你回来了，我们又可以一家人团聚了。从你血压、体重、尿验报告来看，一切都很正常。到目前为止，觉得其他不舒服吗？没有，一切都很好。好，我会再做一次扫描，那你就可以看到你孩子样子了。好啊。好，那跟我来。医生，请你等我一下。Philip， 过来一下。什么事啊？跟我进来。医生啊，我们可以开始扫描了。好。
你看，你看，好可爱啊！他的脚都还在动呢。难怪每次被他踢得那么辛苦啊。因为他知道你这个妈妈好欺负嘛。待会儿啊，我把孩子样子拍下来，你们拿回去慢慢看吧。谢谢你，医生。以后孩子长大了，一定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在妈妈肚子里面就能够拍照了？干嘛看这照片傻笑啊？想到就快要当爸爸了，就觉得很兴奋。雅喜啊，我一定把他当成是我的亲生孩子一样，把他抚养长大的。佳琪，我今天去了诊所做检查，医生说我们的孩子发育得很好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他抚养长大的。同时，我已经帮他找到一个好爸爸了。你在天之灵也一定感到很开心吧？你放心好了，我也一定会像一只快乐鱼一样，快快乐乐的活下去的。Hello， 是，我是罗佳琪太太，什么事吗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有没有在骗我？哎呀，雅喜，你的鱼砸过头了！哎呀！你今天是怎么啦？哈，整个早上怪怪的，一直看着电话。你在等电话啊？二姐啊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昨晚我接到一个从外国打来的电话，他跟我说有人就要从外国回来了。什么人呐？这人很重要哦，你就在等他电话。这个人真的很重要的。哦，真的？是哪一国的总统还是总理呀？Hello， 我是。他真的回来了吗？好，我马上来。哎，雅喜，你要去哪里啊？谁呀？你干嘛那么紧张？二姐，我回来再跟你说。哎，雅喜，雅喜，哎，你去哪里呀？午餐时间到了，我不会炸鱼的。你们说江晴他没死，他居然回来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他说你要回来了，这是不是真的？怎么会这样的？佳琪，佳
佳琪。雅喜，该怎么收拾残留的僵持？手心的刺依然清晰地放肆。佳琪，其实你只是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回来了，你真的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佳琪。以为这样的坚持雅喜，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，才发现爱一旦被搁置，难免语无伦次，模糊了。这2年你到底去了哪里？我们明明接到阿富汗传来的消息，说你的卡车翻覆，你意外身亡了。我们的卡车的确受到游击分子的突击，但是我在卡车翻覆之前已经逃了出来了。既然你逃出来了，为啥不跟我们联络？虽然我逃了出来，但是我受了重伤，结果被他们抓了回去。他们有没有虐待你啊？他们一直盘问我，要将我当人质，但是后来知道我是医生，就逼我留在营地里，当他们的救护医生抢救那些受伤的士兵。如果我敢违抗，他们就会把我的头给砍下来。你就这样被软禁了2年？很多次我想逃跑，他们实在太凶悍了。这次要不是营地受到突击的话，我有没有机会回来这里？这是什么？只是我在逃跑的时候受了点伤。那你现在没事吧？没事。如果有事的话，我也……雅西，能够回到这里见到你们，我多挨几枪也是值得的。你一定是吃了很多苦。这孩子，孩子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。你去了阿富汗不久，我发现我自己怀孕了。本来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，却接到你在阿富汗发生意外身亡的消息。当时我真的很痛苦，可是我告诉我自己，为了孩子，我一定要勇敢的活下去。可是后来，孩子还是没了。没了。因为一次的意外，我流产了。本来我以为一切的希望也跟着没了，直到几个月前，我接到医院的一封信，说你曾经把自己的精子存在精子库里，所以我决定去做人工受孕。这孩子是我们的。佳琪，不要再离开我了，不要再离开我了。终于等到结束，爱退回原处，该愤怒还是该认输？爱到那么投入，却不得不无助的向距离屈服。终于还是等到了落幕，无奈的退出，像个两
处，心变得孤独。你总说，若是有缘，一定会再相遇。只是这种祝福太过残酷。能不能让爱来做主，说服所有分离痛楚？相爱的人为什么不？